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珍杰西卡这个频道。前一阵呢，我出了一支长影片啊，是关于我去试了一些大牌包包的一些体验啊，得到了很多朋友正面的反馈啊。那么今天呢，就再接再厉啊，再给大家带来一支长影片，来看看我最近去柜台试大牌包包的经历啊。那么这一次分享的包包呢，特别的精彩啊，包括有最近很热的 Bottega Veneta 家的一个编织包包，以及 Louis Vuitton 最热的两个款式，分别是 Low Key 以及 Carry On， 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哦。老规矩，所有能够买到的单品链接都会放到 YouTube 的描述框里面，大家只要点击 More 更多就可以进去拿。我是小珍杰西卡，记得订阅这个频道，也请大家多多点赞和留言。我也开通了海外购物群，在海外的朋友呢，只要关注这个微信号 XZ 的 Jessica Shopping 就可以进群一起讨论了。那我们就开始了。哦，对了，漏了说两个很重要的事情哦，毕竟人家是开门做生意哦，我这样大张旗鼓去拍照不是很合适哦，所以很多照片都是我用手机随手拍的，没有办法来得及调整光线啊，还有角度、背景什么的，大家就随便看看就好了。另外啊，还是要声明一下，以下呢只代表我的个人审美哦。如果说到某个包包稍微有点吐槽的话，而你正好拥有这个包包呢，也不要太过在意啊，各花入各眼嘛，所以这个世界才如此丰富多彩。好了，那我们就开始了。首先第一款呢，就是 Bottega Veneta 的这个 Andiamo 中号款式。我一个好朋友呢，刚刚买了一个深棕色，我看到实物就疯狂心动哦，所以那天呢，我就去柜台再去试背了一下。那这里呢，我也想科普一下品牌哦 ，Bottega Veneta 发音不是很容易，所以我们也给它一个昵称叫做 BB 哦。其实呢，我去研究了一下，它这个品牌的意思就是威尼斯手工作坊。Bottega 就是手工作坊 ，Veneta 就是威尼斯 ，Bottega Veneta。那品牌诞生之初呢，其实它并不是做包包的，而是专门生产皮革的。只是后来呢，创造出了独特的皮革编织工艺，才成为品牌的独家秘籍。品牌呢不仅工艺一流，而且对皮革的选择和切割都很有讲究。那他们的包包呢都是很低调有质感啊，而且通身的不太见得到 logo， 工艺感特别的好。我觉得在如今这个很吵很闹的浮华年代吧，我觉得还是蛮难得的。所以我对 Bottega Veneta 品牌的包包呢一直都有极大的好感。那说回这个包包，其实呢，它的包型没有什么特别的复杂，就是一个最经典的托特包造型啊。但是呢，重点就在于它有标志性的皮革编织工艺，所以让这个托特包呢看上去一点不无聊，很有层次感，而且显得特别的高级。再加上它有一个金色的 knot 的装饰啊，能够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整体呢低调有质感，而且大包比较实用啊，再加上它时髦利落的气质啊，所以很多明星都很喜欢用。比如说走大女主路线的 Rosie 就背过一个黑色，而前两天呢去戛纳走红毯的章子怡在机场的时候呢就背了一个这个款式的大号的浅绿色。这次呢，我去店里试的是一个深绿色，我觉得它比黑色更加特别一点，而且它还蛮中性的，蛮好搭配的。那这个皮革编织工艺哦，只能说名不虚传哦，当之无愧，可以被称为 craftsmanship。而在如今这个赚快钱、奢侈品都变得面目可憎的年代哦，能够坚持这样的 craftsmanship， 我觉得还蛮不容易的。这一点我是特别欣赏Bottega Veneta 这个品牌的。包包呢，整体造型非常的挺阔，但是又不会太过的僵硬，还是有一些松弛感的。有极好的真皮质感啊，手感啊，这皮革的光泽度、饱满度可以说是一流，完全挑不出毛病。金色的这个 knot 呢，也是大小正好，不会太大太抢眼，也不会太小哦，是经过精心考量的。而且这个金色的成色也很好哦，不会太金，像土豪金，但是又不是那种浅金，显得没有质感。总之就是多一分少一分都不行，它就是这么正正好，那么完美。我手拎了一下，我感觉这个中号呢，对我来讲是正正好的，不会太大压个子，也不会太小，显得很小家子气的样子。而且呢，目测应该是很能装东西。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金色的 knot 太高调的话呢，你可以把这个包包反过来背把这个 knot 藏到包包的背面去，那正面看上去呢就是没有任何的五金件，更加低调一点。这个金色五金件呢，其实是做在一根长的编织带上的，而这根长的编织带呢，就可以自由转换造型给这个包包带来很多不同的背法。比如说调整之后呢，这根长的编织带就可以变成双股肩带，尤其是背在肩膀上最合适不过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毕竟现代女性生活都是很忙碌的，有时候手拎其实是不方便的啦，肩背是最方便的。它这个双股的长度呢，对我来讲也正好，不会压身高，非常的完美。而且呢，它的这个编织的工艺肯定是跟皮还有工艺都有关，背上肩膀呢也不会觉得硌，非常舒服的。这个五金件呢，就可以放在前面或者是放在后面，根据你自己的需要来就可以了。肩带呢还可以调长，那这样呢就可以做有个单肩包或者是斜挎包都是 OK 的。另外正是因为它皮质非常的好，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肩带太长的话呢，你也可以自己打一个结，然后把肩带呢再调短一点。总之啦，随便你怎么调都可以，随心所欲的。另外这个包包的内里材质我也是没话说，没得挑，它是全真皮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大牌基本上内里都是帆布，很 cheap 的样子，但它是全真皮的，而且有分隔不同的区域，同时还有内袋所以它这个包真的是属于里里外外工艺都非常的好，细节非常考究。这个中号款的店员说可以装13寸电脑，我觉得怎么可能？我回来看了一下尺寸它的长度是30 cm， 大概装一个13寸电脑，可能我们上海人叫可啦。也欢迎有这个中号包包的朋友呢留言告诉我们能不能装下一个中号的电脑。那这个包包总体评价来说真的是太完美了，我挑不出任何的毛病唯一的毛病就是太贵了。要5500美金好看是真的很好看，完美符合我心目中想要的那种 quiet luxury 包包的那种调调。这个包呢还有一个小号和一个大号，我在店里面呢也看到了大号，还有其他的颜色。如果你到电商去买的话呢，就会颜色更加多一点。总之吧，我觉得这个包是值得投资的，买一个可以用10年20年，绝对是值得的。而且呢不太容易撞包，也没有烂大街的风险，内在外在呢都是做得很考究。反正我很喜欢，我再考虑再纠结要不要去买这个包。接着呢我们说 Miu Miu， 大家不要着急LV 放在最后Miu Miu 的包包呢继续横扫时尚界，这次我又去了他们专卖店，这次看到的是一个我很喜欢的保龄球包包。我先说这个焦糖色非常的正很好看，让我很心水，现在背也可以，秋冬季节也是 OK 的。这个包包呢是 Napa 皮制成的，极其柔软，手感超好的。而且就是因为它这个皮质特别的好，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保龄球包呢没有那种古早保龄球包那种很硬的那种感觉，相反它是很柔软，底部呢形成那种自然的褶皱，自带松弛感，非常的好看。双手柄包包，这个手柄比较长，也是可以背在肩膀上的，这一点还蛮加分的。我1.66米的身高背呢，这个包包也不会压身高。这是一个大包，目测是很能够装东西的，这一点也是深得我心。但是我感觉这个包包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如果说你不把拉链拉起来，就是把拉链打开，它在底部就会形成一个很自然的褶皱，看上去就很好看，对不对？这也就是为什么 Tita 模特走秀的时候呢，包包都是全打开的，然后里面塞上了很多的东西就显得很2024的样子。虽然我一直不太理解这个 trend 到底好看在哪里 ，anyway 啦。但是如果这个包包呢，你把它的拉链全部合起来的话呢，你就能够感受到它就没有像打开时那么的松弛，就觉得挺古板的，而且底部的那个自然褶皱也消失不见，就是个非常普通的包了。但是吧，我这种人吧，常年都是坐地铁或者走路的，你让我把双拉链全部打开，我不是很能够接受。
所以这个包我是不会买的。包包是$4500啦。另外这个包包的内里呢，也蛮普通的，就是帆布的，居然还要卖到$4500，我觉得抢钱好不好啊？虽然我不会买但是爱这个包包的人很多，早早就断货了。如果喜欢的话，还是可以经常去电商网站去刷一刷，碰碰自己的手气。都看到这里了，如果还没有关注这个频道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小镇杰西卡，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那第3个品牌呢，就是 Prada 那就是 miu miu 的姐姐品牌。我这次呢是路过了 Prada 在 Saks 里面的专卖店，我跟大家讲，我吓了一跳，因为看到他们的新款我一晃神，以为自己走进了爱马仕大家感受一下他们的这个新款和爱马仕的这个 Lindy 是不是超级的像？所以吧，我就经常想说，大家不要再说什么快时尚抄袭大牌我觉得大牌之间互相抄来抄去才是现在的常态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Anyways 我们说回我这次去试包的经历我这次试的呢是他们前一阵出的一个还蛮火的一个 East West 的一个腰带包，我自己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因为它的包包的上面呢有一根像腰带一样的装饰其实呢我看图片就不是特别的喜欢，因为我觉得这个很画蛇添足没有什么意义。对我这样极简风重度爱好者来讲不能忍，尤其是旁边多出来的2个虚虚的，哎呦，真的是不能忍。本着要给大家试包的精神，我还是走进去试了一下。我拿的是灰白色，因为我觉得这个颜色还蛮适合春夏季节的。这个包包的皮质是好的，油蜡皮，有那种自然的褶皱和纹理感，故意做旧的，就很像 vintage 的款式，这是很好的。但这个包包吧，这尺寸也太小了，对我来讲。它是一个 East West 包型嘛，大家顾名思义就是连接东西方，那就是一个扁扁的包包。就我对这种包包吧，就本来也没有特别大的好感再加上这么小的包，又做上了腰带和那2根须须头，就是特别的没意思，就觉得不理解这个思路是什么。那它的优点吧，可能就是手柄比较长，可以背在肩膀上，其他嘛我也是挑不出什么优点了，这只是我的个人意见同款呢还有很多颜色，还有一个大号，这个大号我看模特背也是很麻麻的，不咋样。小号是$2750，大号是$3150，反正我是不会买的。话说 Prada 今年呢出了好多这种有一根腰带的包包，但是好像都没有火起来感觉它的新款包都扑街了，也难怪要赶紧去抄爱马仕的 Lindy 上新款。另外最近我还发现 Prada几年前的那个杀手包，好像今年准备重新再杀回来。我看到有不少明星博主都被商务植入了，纷纷晒出了杀手包。我觉得可能也是 Prada 想要再利用杀手包来创造一次销售奇迹吧。但是我个人感觉，杀手包的风光应该不会再现了，因为现在在这个乱糟糟、人人都想躺平的世界，如此方正有型、一板一眼的包，我觉得是很难流行了。我还是这句话，我觉得流行的东西是有道理的，它都是跟我们的大环境还有人的心境都是有关的。所以你看现在流行什么 Hobo 还有这种比较软的大包，都是有这个道理的，因为现在大家都很想躺平都不想好好工作努力向上了，对不对？所以就搞那些软软的大大的很有慵懒感的东西了。这里再插播一句我去 Prada 买包的时候，然后我就跟那个小哥说这个包一般一般，他就穷笑，你知道吗？然后他看到我背了这个包，我背的是这个包，他说：“哟，你这个包好好看啊，哪里来的？我看半天我没看懂什么牌子啊。”然后我就跟他科普了一下，这个是 Dragon Diffusion。那你哪里买的？哇，这个皮好好啊！我觉得我反向种草了一次，还蛮得意的。那这个包包的开箱呢，我之前也做过长的影片分享，大家可以点屏幕的右上角复习。最后就是大家都关心的 Louis Vuitton 的2个最新大爆款，包括 Low Key 和 Carry On。我们一个个来说，我们先说 Low Key 那这2年的 Quiet Luxury 轻奢风非常的流行但是 Louis Vuitton 呢一直没有跟进。
它一直还是走大花吵吵闹闹的路线啊，但是到今年的时候，Louis Vuitton 坐不住了，终于推出了自己的新款 Hobo 包，就是这个 Low Key。你听名字就知道了，野心都写在了名字上 ，Low Key 就是低调的意思嘛。那可想而知，这个包包走的就是低调有质感的路线。看图片呢，果然是蛮安静、低调、有质感的。只有包包的底部呢有一个很小的烫金 logo， 还蛮符合 Quiet Luxury 这股 trend 的。整体呢就是一个 Hobo 包的造型。怎么说呢？反正看图片吧，我觉得还行吧。但是呢，感觉如果放到店里面哦，可以找出至少20个不同品牌的 Hobo 包，跟它长得都差不多。比如说，我一直想买的这个 Toteme 的这个大包，是不是很像？再比如说 YSL 也出了一个 Hobo 包，我觉得也很像，3个包放在一起，可以来玩大家来找茬的游戏。真的有的时候我就觉得买大牌是不是真的值得？我觉得是值得打一个很大的问号。Anyway， 我们再说回这个包包，因为毕竟呢图片是不作数的，还是要看实物才知道。走进店里一看呢，果然在店的显眼处就放了2个比较大的包，是没有 logo 的。我看，哟，这个莫非就是 Low Key？ 但是吧，为什么这2个包看上去那么 sad？ 就是耷拉着脑袋东倒西歪，完全都没有那种挺直腰杆的那种精神的劲头，你知道吗？就觉得很伤心，很 sad， 啥情况啊？后来我就去问了店员，这个是不是 Low Key？ 他说是的。我吃了一惊，怎么会东倒西歪呢？后来我拿下这个包啊，我才明白它的问题出在了哪里哦。原来呢，它包包的一侧做了一个很大的金色的锁，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锁有多大哦，巨大。所以呢，它这个包包其实左右两边是没有办法平衡的，因为一边呢有一个大锁，一边是没有锁的。所以你放在那里的时候呢，哪怕就像店员，它里面其实已经放了一些纸，还有一些撑的东西，它都是没有办法挺直腰板啊，都是会东倒西歪，因为一边的锁实在是太大太重了。哎，我就觉得吧，一个包包至少要能站得直吧，我反正是不太能接受那种食物放在那里就是很 sad 的那种包，我觉得就是缺少了一点点设计的诚意，就是完全就像一个马甲袋，随便搞一个 logo 就上了那种感觉。我不知道 Louis Vuitton 创始人老先生本人泉下有知会作何感想啊？那我就上身背了一下，我就还是想吐个槽，不是说 low key 吗？为什么这个金色的锁做得如此之大？大家感受一下，就是很大的一个锁，而且因为它又很精嘛，上面又是个巨大的 LV 的 logo， 不说好的低调有质感吗？为什么又搞得那么丑呢？不是很理解。当然了，如果你用手呢把这个大锁遮住，就会好看很多啦。不过这个时候人家说你这个是个 Toteme， 也是完全能够让人相信。不过呢，有一说一啊，皮质还是可以的，小牛皮。我比较喜欢的是它内里的材质啊，相当不错，是鸡皮的，而且呢还奉送了一个小小的手包，算是买1送1了。这个包的大小呢，目测是可以放一个13寸电脑的$3600。哎，反正我是不会买的啦。我觉得一个包站都站不直的，就不要再来骗我钱了。个人想法啊，不喜勿喷。因为对这个 Low Key 大失所望哦，所以我就去试了 Carry On， 这也是最近很火的一个包哦。我先出结论吧，我觉得这个包呢，日常背还是蛮实用的，各方面综合评价都还不错。我背的这个是老花款式，尺寸是 PM， 我觉得对我们日常来背呢是足够容量了，可以放很多东西的。帆布涂层做成了 Hobo 包的形状，而且肩带呢两边都是可以调节长短的。我把它调成了最短，背上身呢就要比腋下包的长度再稍微长一点，还不错。内里呢也做得不错，分区也是蛮合理的，里面呢也是有老花的形状的。这个大小 PM 大小是2450，价格也还 OK 的啦，也难怪那么多人会喜欢。但是吧，其实我个人呢还是喜欢简洁的设计，像上面那种蝴蝶结啊，还有那个行李牌，
其实都不是我喜欢的东西哦。价格虽然从 Louis Vuitton 的价格来讲呢，不算特别的贵，但它毕竟是涂层帆布的，不是真皮的，也要接近$2500，其实也是不便宜的啦。不过呢，现在市场上有一说一啊，看得上的包也是比较少了。有的时候看得上呢，就是价格贵到天上去；有的时候嘛，就是还不错，但是非常不实用。这个是属于各方面都还是 OK 的啦，所以我也能理解为什么它的热度这么高。好了，那么感谢大家看完整支影片。大家还想看什么品牌更多的开箱呢？也欢迎留言分享告诉我吧。如果喜欢这支视频呢，记得给我点一个赞吧。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杰西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